印度疫情失控会导致印度经济崩溃吗？最近有关印度疫情失控的讨论热度很高，毋庸置疑，印度国内现在正在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事实已经证明，印度单靠自己已经无法解决这样的危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再次进行军事冒险吗？在疫情热度的掩盖下，印度又在边境偷偷摸摸准备着什么？最新消息显示，在过去的一天时间里，印度累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高达37万例，死亡3645例。从疫情爆发到现在，这一天文数字再次刷新了人们的认知，也再次刷新了印度疫情爆发以来的记录。可以基本判定的是，目前印度国内的疫情已经处于失控状态。而对于这种情况，我国为何又应该高度警惕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印度十分乐于用对外转移矛盾的方法来转移国内的危机，也即挑起边境争端。有人甚至表示，如果莫迪无法解决当前的疫情危机，那么中印边境局势很有可能会再次升温。而有一些迹象或已经表明，印度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第二轮军事对峙，甚至是为边境冲突紧急备战。据印度方面的消息显示，印度提前40天打通了中印边境的一个重要关口，也即佐吉拉山口。通常情况下，这一关口会在11中旬冬季来临之前关闭，在未来的4月底重新开放。但是这次印度举动却极为反常，将山口封闭期从150天缩短到了110天，也就是说，印度方面提前40天打开了这一山口。印度又在盘算着什么呢？从这一山口的战略重要性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端倪。据悉，这一海拔3500米的佐吉拉山口是中印边境的一个战略关口。直白来说，开放这一山口对印度边境部队的作战十分重要。按照常理来说，印度在国内疫情危机失控的情况下，应该将精力集中在抗击疫情上。但是他们并没有，反而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在开通一条原本40天后才正常开放的山口上。这样的反常举动不得不值得我国加以警惕。对此，我国专家杨成军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其表示要警惕印度因疫情失控而铤而走险。就目前来看，失控的疫情将随时可能成为引起印度国内社会大动荡的直接导火索，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将很有可能走向极端，也即对外发动战争来转移国内的疫情危机和矛盾焦点。在如今看来，印度这种极端做法已经初步显露了苗头。因此，对于印度可能的冒险，我国也需要有所行动。首先是在疫情当前做好一个责任大国应该有的表率，二就是继续提升我国的军事实力，用实力向印度证明，一旦他们选择军事冒险，必将遭受我国的毁灭性打击。据国际媒体消息，当地时间4月29号，中亚国家塔克吉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在其边境地区巴特肯特州发生交火，塔吉两国军队利用迫击炮以及机枪在内武器向对方发动攻击。此次战争造成数人死亡，超100人受伤。而在当天，两国便达成停火协议，因此这场冲突也被网友冠以一日战争之名。关于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斯坦这两个国家，除了知道两国在中亚之外，其国际存在感很低。要不是因为突发战争，恐怕很多人都难以区分这两个国家。虽说平时很少上新闻，但此次塔吉两国军事冲突却非常值得分析一番，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两国兵戎相见的呢？发生冲突的这个地方属于塔克吉斯坦人与吉尔吉斯斯坦人混居区域，目前由吉尔吉斯斯坦实际控制，但塔克吉斯坦也一直声称对该区域有主权，这也为两国的冲突埋下祸根。塔吉两国都是深入内陆的国家，周边高原山地环绕，导致海洋暖湿气团无法深入，两国都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该气候特点便是干燥少雨，水资源更加弥足珍贵。此次发生冲突的巴特肯特地区是中亚少有的水源丰富区，该地区位于费尔干纳山谷山路，克什米尔地区高原雪水融化形成索克河以及伊斯法拉河，而苏联时期该地区建有水库，使得水源得到合理分配，而占据该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便有水资源优势，甚至吉尔吉斯斯坦还因此得名中亚水塔。但这就使得邻国塔吉克斯坦十分觊觎巴特肯特地区，因此本质上这场一日战争还是为水资源而战。但考虑到当前时间点，恐怕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如果把大国竞争的因素考虑其中，我们能发现一些不同寻常之处。首先，塔吉两国紧邻中国新疆地区，就近段时间西方频繁拿所谓的新疆问题搞事来看，恐怕很难说这次塔吉两国冲突与西方背地的搅局无关。
此外，中亚还是中国“一带一路”重要枢纽。中国的一带一路已经在中亚与西亚地区站稳脚跟，而美国的一炸一路却难以为继。而且，中亚一直属于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被认为是俄罗斯后院。所谓中亚稳，则俄罗斯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旦中亚发生战争，那么中国与俄罗斯必然受到牵连，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则是直接受益人。这一点与去年阿塞拜疆以及亚美尼亚的情况很像。不久前，拜登还宣布将从阿富汗全部撤军，从5月份开始执行。结果在驻阿富汗美军撤离前夕，中亚国家就内乱了，很难不让人怀疑其中的联系。美国当地时间4月28日晚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4月29日上午9点，美国总统拜登在国会上发表了他上任100日的演讲，演讲时长共计1个小时05分钟，其中提到中国的次数足足5次，而这5次都不简单。说实话，现在美国上上下下在几任总统的洗脑下，上上下下几乎全部都对中国有强烈的看法，特别是前段时间美国两党直接选择结盟来针对中国，更是让中美关系岌岌可危。而这次拜登上任的100日演讲中，更是又把中国拿出来做幌子。拜登提到中国的5次都是与中国竞争有关的，还明确表示中国将是美国21世纪最大的挑战，这将会决定美国在21世纪的未来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并且直接鼓动美国全面行动起来，战胜中国，以资赢得未来。拜登表示，这个竞争将会从众多方面同时推进，为此美国将会开展2战以来最大的就业计划，继续加大投入新型科技研究，加快基础建设进程等一系列措施。其中就业计划主要就是为了替换中国商品的市场，另外就是人权和普世价值了。这不由得让笔者想到最近中国日报上刊登的一张漫画图片，其中美国的拟人形象举着一瓶汽水模样的手雷向众人推销，结果其他人却并对此毫不理睬，自顾自做着自己的事。而中国日报给这幅图片取名就叫避之不及，这很难不让人想到美国推销给各国的普世价值，用的完全就是思想殖民。身体上的殖民或许不可怕，但是思想上的殖民绝对是毒药，就像是漫画上画出来的汽水样子的手雷，真碰上必然要炸。人权就更搞笑了，谁不知道美国新冠疫情白白死了50多万人，就因为美国上层的无所作为。而且最近印度疫情爆发，向美国求助，结果美国直接两眼一闭，当作看不见。虽然最后在舆论影响下拿出了一些资助，但是几乎都是美国剩下或者不要的东西，还偏偏一副高高在上的施舍模样。美国人见死不救的时候，也没见尊重印度人的基本人权。当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拜登提到未来将会继续在印太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慑，但是这不是为了发生冲突，而是为了防御冲突。虽然话说的好听，但是也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美国部署在南海的士兵依然不会撤，并且对台政策依然执行，也就是说未来南海地区依然不平静。所以说到底，拜登拉拉杂杂的说了一堆，最重要的终究还是这几句话：南海军事不会撤，美军在南海的战机依然继续缓慢靠近中国领海，美国军舰航母依然时不时就要来中国逛一圈。所以对于美国这样的行为，中国或许该让美国长点教训了。就像是前段时间美国逼得俄罗斯急了，普京直接轰了几个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武装分子的基地。